你有没有玩过这样一类游戏？你第一眼被它的复杂吓到，但当你慢慢理解后，你又被游戏的逻辑和秩序感所吸引。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样一款游戏，来自复杂哥的《里斯本》。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先手优势，我是玉米，我是秋野。今天我们要体验的是复杂哥的里斯本。在历史上，1755年的里斯本遭遇了欧洲历史上最惨烈的地震之一，地震、海啸还有大火摧毁了整座城市。复杂哥用这个背景，让玩家扮演城市的重建者，与国王、首相和建筑师通力合作，在废墟当中重塑秩序与繁荣。这个游戏过程当中，我们会通过打牌与3位贵族去进行互动，收集资源，建造商店，制定法令。通过这些手段，我们获得分数，也一步步的让城市从废墟当中复苏。从背景契合度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有一个抱怨。我打完第2把里斯本之后，我觉得这是我今年玩过的所有的桌游当中最想要重开的。真的假的？确实是，我觉得它的逻辑链条非常符合我的思考速度。主要是你赢了。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它的重度呢有4.57，但是我觉得我很意外。我玩过以后并不感觉很累，我觉得我甚至可以立刻重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行动逻辑和它的主题背景的契合度非常高。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一起开荒体验的4位玩家 Pin、我自己、玉米以及 Sam， 我们一起就上手的难度、中间会不会感到卡手，以及它的重开性3个方面来聊一聊我们玩过以后对这款游戏的感受。我觉得上手难度其实还是蛮高的，在正式开始玩这个游戏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就我自己来说，我看了其他讲规的视频以及试玩的视频，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加在一块花了得有半天的时间。你甚至第一次去看它的讲规的时候，我得分好几次去看。但是当我理顺了这个逻辑之后，就是我会觉得他们的机制其实很讲道理。我觉得游戏设计的非常精妙，你的每一个行动就像是齿轮互相在一块运作一样，最后你只要能够规划好你的目标，你需要润滑油才能让这个齿轮转起来，不然就很难受。对，我觉得其实还是蛮爽的。当时我一上手，其实第一感觉就是哇，信息量爆炸，它图标很多，然后它的规则非常细，那就导致我一边玩要一边的去翻规则书，图标它们对应的都是什么效果，对，能给我带来什么收益。那我这个时候就会思考，我的下一步动作我可能怎么做才是最大化我自己的收益。那中途就经常卡住，就很多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不确定下一步应不应该这么做，能不能这么做。反过来说明这个游戏就是它的深度是够的，熟了以后就可能能玩出很多不同的套路。那对我个人来讲就会非常的有意思。确实，这个套路感觉还是有挺多可以挖掘的。就比如说那个主教疯狂计分，然后触发那个教会计分，然后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可以运转。我觉得你在内涵我。我今天感觉主教我吃了不少分。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大家看我今天脸比较黑啊。我觉得第2把游戏开完之后呢，我呢是一个巨大的分差，对手牌的错误理解，导致这个游戏输了将近别人40多分。它这个游戏并不像一般的城市建造那种玩法，更像是在一个管理一个机密系统。每一张手牌会让你思考要不要打给贵族，要不要建造，要不要赚影响。它逼着你规划，但是它确实不会让你觉得无聊。没有，我也就赢你30多分，不到40分。但你上一把第一次值得一提的是，第1把是Pin赢了，他是第1名，他第2把是垫底了。对，他的体验感觉那个评价落差有点大。第1把说无敌这游戏，现在狗都不玩，并没有觉得这个游戏无敌啊，体验感这把贼差。我对复杂哥这个本人其实一直有一种那种敬畏的心理，游戏设计也好，就是所有的机制都融合得特别好。里斯本其实它规则的难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第一，它规则书写的也比较好，然后它的机制也融合的比较能够让人带入，所有东西都是符合逻辑的去进行。每个人的行动其实就是简单的打一张牌，
然后你要么做一主一副，要么就是插牌做2个副行动。但是它的重度其实来源于得分方向的一个长线和短线的一个规划能力。我自己的这个感觉就是它不太像我玩伯明翰的感觉，你会被别的玩家卡到，但是你很少会被自己卡到。这个游戏往往是在于别的玩家对你的这个卡其实不是特别明显。我想去做生产紧接着去卖货的时候，别人可能就趁着高价就把货给先卖了，我可能就会亏点经济。多数情况下，它其实并不是被别的玩家卡，而是来源于你自己的规划有问题。对。我个人觉得，其实卡的话，反而是像在指令卡的获得上面会稍微更卡一些吧。根据自己现在的布局，可能有一张明面上的指令牌是对你像局势最优的，但那个并不保证说你在第一时间或第一时机就能说获得一张指令卡牌。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卡的地方。毕竟这把1张我也没拿到。主要是你其实那个行动你不愿意去做它。对，一个取舍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指令卡就在那，但是你总觉得我可不可以摊一下？我觉得我这一回合先做这个，等到某个时机我再去做。对，我觉得经常是我心里也会有这个感觉。那个法令卡的那个感受是，我拿到了这张法令卡，但是我最后终局能不能够完成它这个条件，你还得两说。对，花一个去拜访贵族的这个行动，把它作为我的一个主行动来说，它的收益是远远不如建造一个建筑直接拿分，或者开一个公共建筑去激活我已造的建筑。就是游戏过程当中先建立优势，这个是要去做出一定的取舍。法令卡的存在，它的种类是非常多样的，而且每一局翻出来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每一局的局势可能变化非常大。比如说我第2把和第1把玩的局势其实就很不一样。中局的法令卡，它其实就是一种长线投资，也是我们运营的时候要考虑的一部分。就是不仅我们要考虑我们眼前的事情，也要考虑很多回合打到最后的事情。这个游戏它得分点其实还是蛮多的，就是你几乎干啥都能得分，就是一种开放式的一个策略空间。玩到中局的时候，深思熟虑以后，你会发现，哎，好像还能得分，他就得吃点烂分，就吃点烂分。对，其实真吃点烂分。说不好听点就是掐烂分。当你突然间想到一招最大化的，在最后1-2个回合拿一些分的时候，还是蛮有成就感。我觉得它那个资源种类其实特别多，然后你可能不太能够掌握的好它给你留下的这个策略空间，让你决定什么时候把你已经获得的资源转化成分。对，我觉得这个时机其实还蛮重要的。我第一次玩完的时候有点累，但是我刚在前面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依然坚持我的抱怨，这是我今年最想重开的一个游戏。1年打3把这游戏差不多了，我觉得我的思考量和我的快感没有成一个很正的一个比例，不如一些比如说更多 combo 的游戏能带给我更多的持续快感。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复杂哥还有其他那么多桌游，留一点时间给其他复杂哥的游戏。对。对我个人来讲，目前最大的动力就是我还没有赢过。第一次玩，因为打错了一手，屈居第2。第2次玩，因为想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导致得分项变低了，所以会让我觉得还想再试试看。有点不服。我觉得德式玩家千万不要服，好不好？千万别承认的，我承认的，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比较硬核的伯明翰玩家，所以我经常满脑子都是想要去卡别人。但是其实它这个游戏其实不太能够彻底把其他3家一起卡死，更多的还是要玩好自己的，同时看看能不能顺路卡别人一手，可能会比较好的选择。那拼了，你想重开吗？这个问题不要他肯定不想重开。这个问题不要今天来问我，我就这么。他上一次是。他上一把特别想重开，对，特别想重开。怎么说吧，这对我来讲说，你说这个游戏怎么按逻辑点来讲，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可以再玩玩，有一说一，毕竟它的整个循环系统还是可以。但是你问我今天我想不想重开？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就是第一，它的美术风格我觉得特别喜欢，然后图的每一个美术风格真的是我太吃了。就是昨天我们看到那个大图书馆，我几乎是立刻种草。今年钱包没了，今年钱都给复杂哥了。然后第二，从它的这个策略性上来说，我觉得它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有很多未知。你会想要不断优化自己的这个行动顺序，去看看能不能有更快的、效率更高的那种打法。这是2点我愿意重开这个游戏的最大的原因。感受啊，有多黑，脸有多黑有多黑吧。今天好吧，平心而论的话呢，游戏我觉得套路和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值得深究的。从它的游戏进程的轨迹性，我是很喜欢的。目前来讲的话，那今天体验
耿耿于怀，哦，真的是耿耿于怀。晚上都睡不着了，估计。大家可以看到了，我这个游戏，我认为对于竞技性比较强的、比较硬核的玩家，我觉得绝对的推荐，它会让你欲罢不能。虽然说Ping今天的体验不太好，导致了一些比较沮丧的情绪，但是我认为这个他下一次一定还会来的。下次第一手又爽了。他下一次还会犯这个错的。虽然是复杂哥的粉丝嘛，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游戏还是不够卡，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卡卡爽、卡卡卡爽、卡卡卡卡爽。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这个核子激荡，就是那种让你感觉特别卡，卡的特别难受，然后突然就爽一下这种。一句话总结，这不是一个让人放松的游戏，但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情怀的游戏。因为它是给自己故乡做的一个游戏。我推荐给所有的德式玩家，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哪怕你不是一个比较硬核的、比较追求对抗性的玩家，你看这个美术风格，还是挺令人舒服的，大可以去试一试。最差的是买回来气墙，这是马上气墙，对，我已经气墙，大河够气墙，大河没错。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吗？欢迎大家继续点赞、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的关于桌游的各种视频啊、开箱、评测、杂谈，然后杂谈，然后对，就类似这种。可能还会有对决实况呀，对对对各种各样的东西。新频道多多支持啊！一键3连，谢谢，谢谢，拜拜。